今天给大家唠唠神皇钟啊，这个武将是来玩射击游戏的，伟大的 LPS 武将，三国杀最有创新力的一级，在卡牌游戏里面就能让你体验到射击游戏爆头的快感，无敌了呀！无敌了吗？这个逼将这2天其实我不是很想讲，因为他没皮肤啊，整出来的视频不是很完整。但是后来呢，我发现没有官方皮肤也没关系，我找到了可能比官方皮肤还要更合适的皮肤啊！你看这大盔甲、大激光炮放到这个神皇钟身上，没有一丝违和感啊，和他这个技能简直就是绝配啊！4血2技能，一技能1-5，这个技能没法读啊，咱只看前半段就行了，后半段都是随机给你的效果选项。首先第一句，若你的装备区有武器牌，你使用的杀不能被响应。OK 啊，强命。若你使用的杀没有造成伤害，你可以摸2张牌。OK 啊，过牌嘛。当你对其他角色造成伤害后，你获得一个赤标记啊，开赤了啊，并可在 X 个部位中选择击伤其中一个部位，每个部位每回合限1次。X 为赤的数量 ，OK， 标记吧，没问题啊。那什么是所谓的击伤，什么是部位呢？大家看这个图就明白了。他这个技能说是射击游戏，其实就是让你扎小人，身体上冒圆圈的地方就是你能击伤的部位。选其中一个触发这个击伤效果，能出多少部位由你的赤标记数量决定。那这个形式本身是没有任何意义的，你造成伤害后直接给你出文字选项也能实现一样的效果，更何况它这个也是让你选文字选项，只是说它嵌入到了这个形式里面。这种形式你说它有用，它也确实能增加一点角色代入感，体验这个扎小人而不是射击的乐趣。你说它没用，它还不如手杀小游戏呢，小游戏还是能影响技能最终的结算效果的。这扎小人能干嘛？这些选项里面有一说一，射中头部确实很爽，直接失去当前所有体力，初见凭直呼内行。击伤腹部也很强，令其不能使用闪和逃，直到其回合结束。但是呢，这要建立在你能打多伤的情况下。神皇钟这个将其实正常打军8很难受，因为他没有多刀能力，很依赖伤害技能，没有多伤技能就很坐牢。就算你装武器有强命，并能打中一个击伤，那又能咋地啊？更何况你还不一定能摸到武器，你没武器都有可能被卡距离。你这些效果里面除了头部能立竿见影，其他这些部位你选出来可能还不如直接选个界皇钟打加伤呢。你这玩意射中下肢，你后续才能加伤，这样设计倒也没毛病，只是说你这个神皇钟秒人属性不强，它在军8里面是一个打负伤状态的武将，手部、下肢、腹部击伤状态都是底 buff， 就一箭射不死你，把你射残废也行，然后后续的队友对你进行补刀击伤嘛，伤了就是我的目的。所以这个技能设计还没到那种特别差劲的程度啊，它还是有些画面感的啊。神皇钟当个地主将玩玩还真可以，地主他能多刀呀，没有武器杀不中也没关系啊，他能摸牌啊，也没有亏特别多。接下来是2技能啊，赤刃锁定技结束阶段，若你赤标记数量大于等于你已损失的体力值，你将体力值回复至4点，移去所有赤并摸等量的牌。那这个技能没啥说的呀，纯过牌技能啊，保证个人能力的技能嘛，伤害打足，赤标记多，回合结束咱就能大闭月，就能回血啊。吸血刃嘛，血刃也确实能叫赤刃，赤刃是黄忠的专武，在古今刀剑录里面有收录啊。总体来说，神皇钟这个将还是偏娱乐吧。技能整体观感，咱不说其他神将，我觉得比今年出的神虚楚要强很多。神虚楚的技能既废还不好理解，神皇钟咱不管怎么说，技能表达还是很直接的，确实有射箭击伤的画面感，就是从内核本质上来说没有什么新意啊，就是一个很传统的打伤然后附加效果的武将啊，噱头大于设计本身。Double kill! Multi-kill!